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盆兰花我早2天买回来之后呢，就发现了它这一片叶子发黄了。通常叶子发黄了，要不是根太湿了，或者是太干了，赶快来看一下。把这个塑料杯剥开之后，现在看一下，哇，好多根都发干了，非常的干，死了很多根了。下面这些还可以，上面这些都发干了。看一下，这些都干得非常的厉害。上面这一层根差不多都干掉了。马上把它泡在水里，然后把这个水苔给拆掉。这些水苔看上去还可以，还没有发黑。尽量的不要伤到这些根，慢慢的把这些水苔都掏出来。水苔经过泡水之后呢，就非常容易的把它弄出来。好了，差不多所有的水苔都弄干净了。现在来修剪一下这些干掉的根，这些断掉的有黑点的都剪掉。把烂的根和干掉的根都要剪掉。把所有干掉和烂掉的根都剪掉之后呢，就不要再冲洗这些根了。因为你刚剪完，如果你现在再去用水来冲洗的话呢，剪过的伤口会很容易腐烂的。就这样子放置大概1天之后，等这些根完全干了，就把这些还有一点点的水苔粘在根上面的，就把它抖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准备用水苔把这棵兰花种起来，还是用我原来的半水苔种植的方法，但是呢，今天我是加了一点点额外的工具，就是用一个小瓶子扎满了小孔，然后呢，把它放在这棵兰花的中心的位置。我为什么要用一个小瓶在中间呢？因为之前我用那个半水苔种植的方法呢，也是非常的成功。但是呢，因为那个水苔是放在根的中心的，根上面这一部分呢，就非常容易干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出了这个办法。现在慢慢的把水苔送到这些根的周围。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用这个水苔来种植呢，水苔一定要洗干净了，拧干水分，然后把水苔打蓬松，
再慢慢的把它送到这些根的周围，不需要塞得很严实，就轻轻的把这些水苔放到里面就可以了。水苔的分量也不需要很多，薄薄的一层把这些根盖住就可以了。我用一个小瓶子在里面的作用有2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可以固定这颗兰花的根。第二呢，它就是保持里面中心的位置那个空气流通。如果不用这个瓶子的话，你用水苔在上面，水苔慢慢的就会跑到下面去了，然后就把这些根都压实了。用这个瓶子把这些水苔都挡住，就算你浇水的时候呢，它都不会跑到下面去，然后还是很均匀的盖在这些根上面，就会保持了上面这些根部的湿润的程度。因为瓶子都扎满了小孔，它是比较透风的，就不会造成有烂根的现象出现。通常造成烂根的原因有2点，一个就是水分太多，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水分太多，而且空气不流通的话呢，就会非常容易的造成烂根了。加上现在的温度非常的高温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很容易造成烂根。现在这些水苔都薄薄的把上面这些根都覆盖的差不多了。因为这些水苔开始的时候已经洗过了，都是湿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就不会给它浇水，等它晾几天，水苔都干了才给它浇水。3天之后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些水苔，已经非常干了。因为在下面放了一个小瓶子的话呢，它是通风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喷水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就像我平常喜欢用的方法一样，都是用酵素兑水，然后把水苔完全喷湿了就可以了。把水苔喷湿了之后，大概是可以维持1个星期左右才再浇水的。这一颗兰花我买回来之后，它的叶子发黄，然后现在发现有些花苞都是已经开始要掉苞的样子，所以马上要把它的植料拆开来看一下它的根的情况。好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些水苔喷湿了之后，多余的水分都流到杯子底下面去了。这些多余的水分我是不需要倒掉的，因为下面没有根，只有一点点水苔在下面，就一点点水在下面而已。这种种植方法的优点非常的多，它既可以保持了上面这些根的湿润的程度，也保持了瓶子里面的
通风的系统非常的良好。所有的水胎都不会积水，多余的水分都会流到杯子下面去，造成烂根的机会是0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